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有请3对嘉宾，有请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，胡先生64岁，来自天津，退休；毛女士6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退休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自从他去年出去工作以后，他这个人就彻底的变了，就喜欢往老太太兜里当，怎么跟我就没有话了呢？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我们能有什么事儿？他这个人就是小心眼儿。说我小心眼儿，我看他是心眼儿太多了吧，还自己学会藏小金库了。我不是不想跟他好好过，他就想把我扫地出门，他还和我分居。我从天津到东北，我图的是什么？这2位什么关系？我们俩是2017年我来到北京参加工作以后，在一个单位里相识的，我们俩都是2婚。结婚几年了？6年了。结婚6年，到了这个岁数，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呢？其实吧，他能就是说放弃咱这个大城市，跟我回到东北，我挺感动的。我也就是觉得也挺有安慰的。回去东北以后哈，我们俩生活也非常甜蜜。他呢，处处都关心我、爱护我，而且呢，把他那个会的那些天津的特色那些菜都给我做吃，哎，我挺甜蜜的。可是呢，从去年开始哈，说想找份工作，我说可以呀，我就通过那个同学呀，就帮他找了一份司机工作。哎，就从他找了工作以后，哎，他就飘了，和原先的人我都有点不认识了。哦，不是，你这不是开玩笑，我能有什么变化？我说兴发老师，你们听着，咱还是那句话，会说不会听的啊。我是一个天津人，爱说爱笑，特别敞亮。其实我自己捧我自己了，我真的。可是呢，我跟他到东北去，我受不了这种寂寞。还不错，他看出我的心思了，然后呢就说了，我带你去，玩玩周边，啊，旅游。而且我给你介绍俩朋友，因为我这人呢就喜欢那个小猫小狗动物啊，还喜欢钓鱼。他那么着给我联系几个朋友。再说呢，我上班我这个工作呢也特别适合我。就这样呢，一来二去有了新的朋友。什么工作？他现在是司机。我司机就是给公司里边拉点东西。可是他自从有了这份工作，把我就是放在一边了，回家也不跟我聊，他却跟小区这些老头老太太那聊的那个欢。有一次他休班，哎，我寻思他休班，我就做点好吃的慰问他。等我买菜回来，我刚一走到小区门口，哎呀，一群人围着在一起哄堂大笑。哎，我一紧忙凑过去了，我看怎么回事啊？我看他在中间表演呢，逗的那帮老太太小媳妇儿成明星的捧着他。你这人说话就大惊小怪的，这聊聊天那有什么？再说呢，人家一看我是天津人，人家就感觉到天津人说话挺哏儿的，人家特别喜欢。而且呢，谈到了说，哎呀，你们天津是个好地方，你们天津饮食挺好，小吃特别好。我说对了，天津论吃那没有挑。哎，那你给我们讲讲吧。那么着，我就开始什么18街麻花啊，20点炸糕啊，狗不理包子，我给他们一讲，他们馋的哈喇都流下来了。捧我自己的家乡了，我就把他给忽略了。其实我说心里话，我没有啥意思。他这人就是小心。你这个事儿，咱说你没有啥意思。那我问你，你和咱邻居小芳咋回事？小芳啊，你说说，能说清楚不？这不就是那个王阿姨吗？小芳。你说她本身就知道小芳是个单身，小芳家里坏个灯泡，通过下水道挪个家具，或者是有点什么的扛个大米，只要有点啥事儿啊，就找她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最好把话说明白了。人家是本地人，我是一个外来户，我怎么了解的这么详细呢？你看你这说话有点打岔了。街坊邻居住着，互相都有个照应。再说呢，我这也是奔70的老头子了，我还有啥？不是您干了什么了？我那天回来啊，正好这王阿姨说了，哎呀，这个胡大哥，你手来给我帮忙，我这刚才这灯泡噗的一下就冒烟了，吓我一跳。
你看看我这找出个灯泡，我也不行，你给我换换。哦，换了个灯泡。哎呦，你再说，你就不老实，你就换个灯泡吗？那他家那下水是谁通的？哎呦天哪，就顺便给人通下水道。哎，你是谁老公啊？你是为他服务还是为我服务？为啥你什么事儿都找你，他不找别人呢？小区没有物业呀。有的时候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对吧？他现在通一下冒了烟了，黑灯瞎火啥看不见了，还得找物业。那他三哥，我是4单元，他三哥就是3单元，打个电话他三哥不能来呀。我就寻思哈，这个男女啊必定有别，特别是他是个单身，你做事儿吧哈不能那么脑瓜那么简单，你得考虑考虑人言可畏。这咱都不说哈，他这是单小区是挺受欢迎的，这天津人，他自己就觉着可美了，可有人缘了。有一天哈，人家也是楼上这邻居吧，说，哎呀，你爱人挺热情的哈，我看着大盆小碗的，人小芳家端那么多东西。结果我一进屋，我一问他，我说你买那些菜做的饭都哪儿去了？他说那给你留着呢。我一看就给我留这么一小碗菜。我说那些菜呢，滋滋扭扭的，啊，我给隔壁那个王阿姨送去了。以前就说过想吃我做的天津菜，那你为啥就做了菜都给人送去，给我留那一小碗？你要既然那么说，那我给你说说你。我跟他回黑龙江之后呢，我确确实实我认识的人呢少。而且呢，我也知道，我们俩确实刚开始互相体贴，真的特别好。打我上班之后啊，后来不给找个工作嘛，我开车多少弄点小积蓄，这不也是为了家庭吗？哎，这倒好。不知道啊，哪根筋搭错了，学跳舞了。我说你这都老太太了，老胳膊老腿哪天崴一下，你自己受罪。他说你回来你也跟我去，我说我可不跳那玩意儿，知道吧？好啊，我下班之后啊，我到广场里看那小区门口那广场，嘿，那舞曲在那响着，哎，再看他跟那老头在那儿，哎呦，那真是没挑了。这小体型在那儿跳的，哎呀，舞姿百态，又搭肩又搂腰的。我当时我气得火往上撞。我心话说，你不是跳那个大伙的集体舞吧？一块儿跟着，你这都搂抱抱的。我说心话，你还老替我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这都搂了。我上去我就给他拽下来了。我也想摘一下那老头，知道吧？我的媳妇儿这么漂亮，叫你搂着，我还没搂够了。他倒好，没鼻没脸，他给我一套。我跳舞也是为了气你，你跟小芳那么多关系，我说你还不承认。你能气我？你以为我就没人就和我俩那个干啥了？我帮助人家王阿姨，我们也没有什么身体直接接触。谁看见你有没有身体接触了？这你看这不，你这现在还去王阿姨家送菜吗？哎呀，这都是老黄历了，翻过去了。这就是我没跟说嘛，就是我给他是找工作呀，我是千错万错。其实我们俩呢都有退休金，他家俺家孩子呢都挺优秀的，都不用我们俩承担。他呢挣了点钱。他就揣在他兜里，以前呢他挣钱呢都给我，这回呢从挣完钱呢就不给我了。我就问你，这么长时间，老板给你开多少钱呢？你现在攒多少钱了？他在赌了半天，他说啊，我给孩子花了。我说给哪个孩子花了？我还能给哪个孩子？我跟您那么说，我这回一跟他走了上东北了，这么多年了也没人照顾他们，我就觉得呢，孩子呢每逢过生日啊。还有这考学考得挺好，我为了鼓励一下孩子，而且孩子跟我张嘴了，爷爷您给我买个手机行吗？你说我就呢给孩子花点钱。您干嘛这事儿不让孩子他奶奶给孩子买呀？好人你留给自己老婆做呀。老师，我不瞒你们说，我自从跟他来到这儿，我特别的窝火。来了之后，得买套房。可是呢，我呢就是因为什么？我是个天津人。办手续嘛的好多手续挺麻烦的，就以着他的名义买了一套房，挺好的吧？谁出的钱？我们俩的钱，2个人的钱。对啊，写的2个人的名字。不，没有，要写的2个人的名字，我倒没事了。他就写他自己的名字，我真的喜欢他，爱他啊。我的钱不就是他的钱吗？所以说我没把钱放在这个心上，所以说谁买都行，谁的名字都行。
可是呢，前不久，他又想买套房，他自己做主，他又买了，而且这房子买完之后，又写他的名字。这个第二套房咋的呢？我现在住的是1楼，正好我家2楼卖。我现在你说多方便，就是来个人来个写，是不是也宽敞？我一想，你说他的儿女要是上东北去看他一下，你说吧，给放哪儿？我是这么想的。我问你，这2套房子是不是咱俩婚后买的？没错。那婚后是不是咱俩的共同财产？写你名和写我名有什么区别？啊，有区别。第一套写你姓毛的，那第2套还是你姓毛的。你把我往哪儿放？我不管你怎么说，反正我就觉得这房本写我的名字，到哪儿我说得过去，这是我的房。可是这2套房都是你的名字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对，但是他从个人感情上来说，因为人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法律嘛。作为感情动物，法律有法律的规定，但是你要允许我心里不舒服，我有我的理解。您的想法也特别好，但是我特别关切的是说，为什么那小片里说，您现在是不是买2套房了？对呀。小片里为什么说你们分居呢？这2套房买完之后啊，他挑个毛病，抽烟了，身上有味儿了，不卫生了，睡觉咬牙放屁。他以这个借口，他搬2楼去了。你说他下班回来以后，在外头1天的衣服也不换，突溜就躺床上了。我吧，一闻到烟味儿，我心就难受，脑袋就像出了个警钟。这个烟我也不是为你没忌过，老师，我说心里话啊，就因为这个忌烟，我忌1回烟，我得3回病。烟肯定是戒不了了，分居这件事儿也接受不了，怎么办？你们来干嘛？我现在就是感觉哈，就是我们俩现在生活呢，就是没有什么大事儿，但是这些鸡毛蒜皮事儿搅得我这心里啊，膈膈应应的。我今天来这个电视台，我也是就是经常看你们节目，我觉得你们嘛都能把人的心呐说开，我就想你们能给我指点迷津，进退两难，让我走出这个误区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啊，理解。来吧，咱们今天还有年轻夫妻嘛，你们怎么看呀？感同身受，男人都是这样，吃的锅里的，看着外边的好。还有呢，他那个孙子，就是你给钱，你必须跟大姐说一声。我是觉得吧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我还是想劝他们俩。叔叔，说实话，如果我带入阿姨的话，我也挺介意的。就是不管咱们多大年纪，就是和异性还是得保持点分寸。好，徐总，我先确认几件事儿啊，就是老公和那个邻居现在还给人家修灯泡、做菜、送饭吗？现在没人跟我反映。大哥，您介意那个房子，到底介意的是没跟您打招呼就买了，还是说介意那房本上没您的名字？这个2者都有，哪个更重一点呢？最重的是分居。哎，稍等，接下来咱就谈这最核心的事儿。原先那个1套房的时候，你们是住在一个屋吗？对。新买了1套房，然后就分开了。您买房的目的到底是跟他分开睡，还是为了所谓的他的亲戚来了有个住的地儿？那当然，宗旨是为了，就是说他的孩子来了住的方便，也改善我们的生活。但是在我们看来，在大哥的感受看来，您是蓄谋已久的一系列的计划，使他越来越觉得跟您啊沟通有障碍了，越来越觉得孤单感了，越来越不知道您到底要做什么。这是他的感受，这也是给我的一种感受。所以说啊，好好咱得住在一起。虽然有很多的老人啊，上了一定岁数是不太习惯住在一个屋，但是咱得住在一个家里。我觉得叔叔阿姨之间是有爱的，就至少是，叔叔对阿姨是非常喜欢的，无论从形象方面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喜欢的。阿姨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叔叔这人还不错，也相处了这么多年了，互相理解一下，而且呢，希望你们能够搬在一块儿去住，2个人还是要形影不离的，然后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唠一点知心的嗑，这才是老伴儿，知冷知热的。我可能对这个事情想的不是那么像你分析的这么深，我就因为我们俩现在身体都挺好的，哎，我就是晚上就睡个觉呗。那你说是收拾屋、做饭、洗衣裳，不还都是我做吗？我也没有说跟他生活中。所以现在我跟您说，阿姨，您真的应该感到庆幸，就是这个男人跟您揪着您跟他分居这件事较真儿，就证明这个男人他是多想和你在一起。是。当有一天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，你最好别来管我，我最好天天能去那个小方家里面修灯泡的时候，
你看你还有这个劲儿吗？第二次婚姻真的是需要比第一次婚姻更大的勇气，两个人也需要比第一次婚姻更多的智慧去经营。阿姨有没有发现，你一直在强调说，她来了东北之后，有了工作之后发生了变化？为什么在有了工作之后发生了变化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就觉得他就是外面有人了，或者是说他不爱我了。是因为他有了工作之后，找到了在那儿的归属感，融入了当地的生活。其实您应该感到高兴的，就是您以前觉得他的生活里面只有您，但是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常态啊。如果一个正常人，他的生活当中只有另外一个人的话，那时间长了也挺可怕的。已经到这把年纪了，而且又是第二次婚姻走在一起，肯定是因为爱在一起。那这个时候就多要发现对方身上的优点。我就想说啊，单身女性使唤人家老公，请通过人家妻子；单身女性背着人家老婆，私下使唤人家老公，没规矩。我就对这个可憎恨了。你说那王阿姨其实特简单，那王阿姨直接就跟毛大姐，我们家灯泡坏了，能麻烦我姐夫帮个忙吗？这是你说这么多好的事啊？对，接了街坊，这话一说，就舒坦嘛。然后就是有句话叫华宅散人气儿。为什么华宅散人气儿？人什么时候最舒服？我就跟我自己待着的不是最舒服，最好身边谁都没有。家里居住空间一大，俩人各自都有躲麻烦的时候，就把对方当麻烦了。你不信没那2楼，其实能忍。谁身上没个毛病呢？彼此之间为什么忍不了？是因为没必要。为什么没必要？因为空间足够大。所以华宅散人气儿。别看家里斗士特别聚人气儿，但是有一点啊，要真是以我大姐为中心，胡大哥嘴里有味儿就是有味儿。这是客观的，刷干净，多刷牙。很简单一件事儿，这次日子要过就得住一起，不想过了就别住一起。这年头谁还会让你们忍辱负重啊？也没有什么辱啊。我做不到。那就好好在一起过，就好好过呀，一定要住到一起。我觉得，什么小芳的都是旁支的插曲，真的不是这段情感当中的一个主旋律。邻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了，过去认为搭把手的事儿，现在全变得不正常了，因为人和人的心锁在一起了。我记得那会儿好像帮着换个灯泡，没谁说呀。不，就是刚才我知道刘老师说的单身嘛，大家刻意强调的是跟他刻意强调的是单身嘛。就是跟阿姨说一声。其实过去也有嘛，住大筒子楼的时候是把门打开换灯泡嘛，避嫌嘛，都有嘛。这个就是看你以一个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事儿和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说的您就记住了，你们俩要不要在一起取暖，你决定。我们谁都决定不了，我们帮您疏导不了任何烟臭，你需要忍；打呼噜你需要忍，我们都不需要忍。如果他是您的少年夫妻呢，这还是问题吗？那就把他当成少年夫妻，因为已经是老来的伴儿了。您自己琢磨，好吧？谢谢两位，来请回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张先生4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木工；王女士46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家庭主妇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请给你们的婚姻状态打个分。0分。他挣钱也不往家里拿，回到家里就把我当成免费保姆。我跟他俩过日子就是遭罪。我打60分，他不相信我。一天到晚没事找事儿，这日子也是勉勉强强的过。你觉得你们的婚姻还能挽救吗？他什么事情都站在他们家那一边，从来都不和我一条心。你说这日子咋过？家和万事兴，只要以后他能多多的理解我，这日子还能过下去。来吧，说说吧。啊，我看这小片里面打了0分了，说老公不交钱是吧？就是妻子觉得完蛋了，丈夫觉得能凑合，还凑合是吧？对。
我老公他是个木工，刚开始打拼的时候自己组建了一个装修队，完了我也跟着一起就上工地了，就帮忙活啥的，起早贪黑的，回到家还得照顾孩子，我也挺累的。后来呢，孩子越来越大了，就需要学习啥不得看着吗？所以说我就回归家庭了。那您这个家庭主妇或者全职太太做了有多少年了呀？做了不到10年，这几年他就开始挣钱，往家拿的越来越少，各种理由搪塞，就说现在呀不挣钱呐，包工有时候人家尾款没结呀，或者说这超过预算了，我这就说不可能不挣钱，如果要是不挣钱的话，咱们可以不干，是不是啊？我感觉他就是钱挣了，不全交给我，自己藏心眼了。是这样的，老师，这一年吧，原先期的报价吧，假设我报了5万。我回来跟他说有15000块钱的利润，咱也是分享一下我的喜悦。然后回来说完之后呢，种种原因就没拿这么多钱。回来他就质问我，那当时你不说拿15000吗？你现在你怎么没拿回这么多呢？他也不理解我外头有多难。还有呢，现在的手机呢，我一碰一下子，急忙就拿起来，完了再来一台电话，急忙就上外边接，这房我就跟防贼似的。我一听是个女的，我说你那是谁呀？哎呀，这是个女房东啊！我俩也就是研究这房子怎么装修，怎么布置。现在这个装修是这样的，多数都按女方的意思来装修。然后呢，有的男方就说你加我媳妇个微信吧。回来之后吧，他是怎么的？看你手机，这怎么是个女的呢？你看你发微信，我说2句暧昧的话啊，问问他今天你约他出吃饭。那可能吧？咱能那么做吗？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是有一个逻辑的，这个逻辑是，因为交不上钱，所以妻子开始处处怀疑。对，是的，老师。是吧？再说他交不上钱，上你这个房东给他钱了之后，你给我看一下，你说媳妇儿，这个工资他给我发了多钱，我转给你，是不是也可以？那为啥他说我今天就给你转2000，今天就要2000块钱，为啥把那都删了？你让我看一下子呀。是不是我也心里也舒服？我就知你给多少钱呢？你觉得账面不清晰、不透明，对呀，是吧？完我说的，如果要不行的话，咱俩就上那个上银行，那不能调流水吗？我说你要咱俩调一下流水，看看这钱都给谁了，或者你发给谁了啊？你一天净事儿啊，这日子要是不能过，你就滚，别老一天事儿的啊！你说你干啥不行，吃啥不上啊？那穿衣服打扮啥也都不赶别人，出去办事能力也不赶别人，就是说挑我毛病。您给他查没查呀？没有查，要查。为什么不去查呀？我去查，他就把手机拿在手里，但是密码我也不知道，必须他本人去拿身份证才可以查出来。所以您怀疑他对您不忠是吧？或者对婚姻不忠是吧？对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我就不想跟他过了。我现在才听明白嘛，妻子是想离婚，我理解的是还是不是？是。还有老师，是这样，就种种原因。我家是农村的，就是我回农村嘛，这装修混的，就是好像是就是有点起色了，买房了也买车了，就是亲戚朋友说的，你看看我这孩子吧，能不能跟你那个学学手艺？完了回来用这事儿也是成天跟我吵。不是的，就是个大男子主义，他并没跟我商量，他是领在我家里，给我家吃，给我家住，需要我来照顾，知道吗？徒弟需要住在家里。对，住在家里。还有就是啥？他领朋友回家吃饭，你要是领1次2次，我也忍了。但是这一吃就是1年半载的，不是说1天2天的，下班就来。交钱吗？不交钱。如果要交钱的话，老师我就不生气了，我就生气在这儿。你这是工友啊，还是你的员工啊？工友，工友，也就是我的员工吧，在一起干活的。那就是员工嘛。就是天天到你家吃饭，就是为什么呢？你不懂嘛？这种小老板，他手里面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那几个工人。因此他得围着嘛。这样的，你直接跟你老婆说不就完了吗？你现在在工地上还有欠钱吗？工人的钱咱不差，现在里外的还差20几万。外面欠你20几万，就是有尾款。没有钱，他要买车。人靠衣服马靠鞍嘛，在外头摊活也是说的看你这个实力。你要是骑个小电瓶车来了，20万的活你肯定是75%你是谈不妥的。你要开个20万的车，人觉得你混的还可以，就。有可能就是谈妥的几率要高一些。我说的咱也不该谁不少谁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拿这个钱，咱也不是说的打肿脸充胖子，借钱呢，怎么贷款呢，或者贷款呢，都不需要。有这笔钱，我能有这个什么能买得起的情况下，哎，不行，什么你就别动了，这你就是装。这兄弟，您这逻辑完全错了，反了。你开一豪车，人说，哎呦，你这活你得赚我多少钱？完全反了。还有什么事儿？还有他母亲生病了，就我一个人在照顾40多天，他一句那个问暖啥的都没说。我一说我说你也来帮我照顾，我一跟他说，他就说啊他工地忙，完了就把电话撂了。你忙事业得挣钱呢，
晚上下班我能去看一看。我再去找我老妈，工程运转不就停了吗？开始。他其他的儿媳妇儿和他姐姐还是妹妹都没去。没有，我小叔子离婚了没来。我小叔子他家是个男孩，他就是重男轻女，趁我生个女孩，他也是对那孩子相当的好。他有时候就是说，侄儿没钱占不算绝户汉，我侄儿要是能养活我，到最后我东西全是我侄儿的，所以说我听着心里不舒服啊。还有我小叔子上我家来。要是买点吃的啥的，谁不上谁家串门，我也上他家串门也买东西啊。我小叔子上我家，要是说买点菜呀，或者是水果什么的了，他马上就要把这个钱给我小叔，明明买了花100多钱，他让我给200或300啊。我弟弟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找各种理由啊，这钱你得给我弟弟。还有就是啥，我老太太呢，就出院之后吧，上我家，搁家里待了几天，她说我公公照顾的不好。要上我家来，我就把他接来了。那你说我也桌上桌下伺候，买各种吃的，那也有做不到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他吃啥，是不是啊？那我老太太就买回来了。那他该说了，这菜是谁买的？我说这是咱妈买的啊。你做的就不对劲儿啊！你怎么能让我妈花钱呢？这钱就应该是咱们花，妈钱给他。所以说我也可委屈了。啊，听出来你委屈了。对他家多好，他又换出来，我做的都是应该的，他们家人都是对的，我是错的。他们家人还做了什么？是外人。他们家人还做了什么欺负你的事儿了，让你最不能忍受的？最不忍受就是这个月子，谁都没伺候我。你知道农村跟市里不一样，农村是井水，不是说的像市里自来水能有水壶烧。我自己也买个电饭锅，整个买点小米粥或者鸡蛋啥，自己插粥吃。他一点也不帮忙，他听他妈或听他爸的，他就说啊，人家生完孩子3天就下地了。啊，你都10多天了，你自己啥不能干呢？啊，你就装秀女儿。堆在今天是有原因的。我把你这么多年的委屈，我帮你梳理了一下。生闺女不受婆家重视，是吧？对。委屈是吧？对。他们重不重视你，跟你幸不幸福有关系吗？但他也对我不好啊，他也想我生个姑娘啊。你先把跟婆家的仇怨能化解吗？自己化不了，带着恨的，是吧？对，没错吧？对，丈夫现在每做一件事，你的前提条件叫不信任，对吧？对。你们所说的这个大男子主义，我听来听去，我没有听到有多大男子主义。真大男子主义不这样，是不是？今天闺女来了，对，我们把闺女请出来吧。来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小张。咋看你爸和你妈的关系？首先这个节目就是我给他俩报的，因为他俩在家就总争吵嘛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，我也劝过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啊，你是小孩，你什么都不懂，老一辈的东西你就不要管，可是我觉得如果再这么争吵下去，就是根本就不行，就是我妈也委屈，我爸可能也委屈，就是两个人明明就是有的时候都是为对方好，可是就是适得其反。其实我是不是很想让他俩分开的？大家就是在一起才是一个团圆的家。但是现在是什么呢？现在是他们两个就是在一起，好像并不开心。我觉得。你现在做什么？我学的是会计。还在读书吗？没有读书了，已经在实习了。好，你帮你妈把你爸的账查一遍吧，先把妈妈疑虑最大的东西查了嘛，对吧？查了就清楚了嘛。能查吗？能查。啊，人家同意查了，行不行啊？查，就回家我上银行查。查几年呢？查10年的。就最近这10来年不没跟着我上工地吗？也不是说的什么，就是最近这几年没挣着太多的钱，头些年还是可以的。他根本就不理解你，不理解我。你外头有多难，你回来。好，男人嘛，就是再难不能回跟。知道，我们先让姑娘下去好不好？我们成年人，谢谢你啊，姑娘，来请回。你算过没有？打你不上工地这10几年，你先生一共挣了多少钱回家？交到你手里的？也有，打个比方嘛，每年的话，咱们说能挣10多万块钱，现在就是一年给个5、6万块钱就够个生活费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说这几年就觉得说你报价，你看多难，特别是人家店铺或者是饭店了，签的都有那个时间的，你看看人家。不是，但是他要查账，查的是10年的账，就是说不光是大环境的事儿。是不话赶话吗？他怎么说？现在就是说他想不通了。听懂了，不离婚，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离婚？
我也想以后如果他要是整工地，我也可以去的话，他让我去的话也可以。跟在身边。对。回去就让他去吧，他让他感受感受，他就知道了这里头的苦。你也知道，让他感受感受就知道了，是吧？原来你也明白啊，你让他感受感受吧，少好多乱子。这个第一件事我们给你弄清楚了，来，第二个。还有就是房东啥给钱的，直接给到我手里，不过他手。我回来我就签的合同，就是每一笔就是多少钱的，怎么签的我都让他看。那你说房东，那咱一个大男人就抱火了，一说，那你大哥也好，大姐也好，你看你钱不能给我就不行，给我媳妇儿吧，这给我就回家就不用啊，你拿他那个微信那码让人一扫不就完了吗？谁关注你是给你还给他媳妇儿，谁关注这个？对呀，你就直接来痛快的吧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他这么做有点过分，有点太不相信我了。这条不同意，就是不同意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同意。第三个。我还有就是啥，家里就谁来吃饭啥，我再从以后也不伺候了。就是再不能往家领，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也不给你面子了。我也听明白了这事儿，那不能说的哎呀，就别领了，出去吃吧。那出去吃更是事儿，因为钱，老师我怕你笑话，我挣的钱呢都交给他，微信里也就100-200块钱吧。是这样吗？谁知道全没全交啊？合同也有可能是假的。这就相当于说我的合伙人是个骗子。对，这位女士。你也不能太强势了，不能把这个事要求的条是道都得按着你的走。他外边挣钱，你还得把一切的都交给你。反正要看起来呀，咱说心里话，刚开始啊，看你啊，挺可怜的。这会儿啊，我看您兄弟挺窝囊的。行，我就是说从孩子那方考虑，这孩子没爹没妈都不好。你就是说现在姑娘大了，跟你。那对他以后成长和他成家也不好，我不建议你和你老公分手。其实如果我站在一个女儿的角度的话，我觉得离不离无所谓，因为我已经大了，不存在说原生家庭什么这种。我是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开心就好，就是更能遵从内心就可以了。大姐，我问您一个问题哈，您说要在一起的最重要条件是要查账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有2种可能性，一种是查出来了，哇，他骗了你10年，这婚离是不离？离。第2种情况，查出来了，一点儿也没骗你，特别实在，这婚能不能继续？能。不能继续。2种结果都不能继续。第一个结果你知道，第2结果你冤枉了他10年，这个老公一定要跟你翻了。20多年、30多年的这个感情，看起来你一直在付出。但是你付出的不心甘不情愿，他好像是在享受，但其实他也一直在受委屈。那真的不如啊，分开你们更开心。徐总可能还没有谈另外一个查账的第3种情况。第3种可能确实账面有问题，亏损数额巨大，还要把家里的那些老底儿全都弄出来，甚至有可能把房子也卖了去抵债。接受吗？接受。你看，所以他的核心就是这个男人我完全不信。是的。听到后边我就觉得，大姐你真的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连合同都给你看了，你不信任他，你对这个人彻头彻尾的不信任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哥特别的焦虑，我觉得我能够体会到你的焦虑，但是希望你对老婆呢更多一点的是坦诚。把他带到工地去，让他吃你的苦，让他也知道你有多难。就是在白老师眼里，可能这个婚姻已经没有价值了，但是又不得不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鸡肋。哎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尚娜老师，就赶快分了吧，这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。然后最可怕的是，这个女人把她这一生所有的不幸都推卸在了这个男人的头上，这个是最可怕的。就是她无论怎么改。他就是洗心革面，他把自己全部从里到外扒拉，然后再重新塑造，然后捏成一个人也不行，因为他心中的那些伤恨和痛他过不去，是他自己不愿意释怀和放下。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一生的不幸都推卸在另外一个人的头上，或者因为与他有关所以造成了我不幸，因为与他的家人有关所以造成了我不幸的话，那这个观念自己不去改变，自己不想自救的话，别人任何人是救不了你的。你不用说提刚才所有的条件，说你要改1、2、3、4怎么样，我就能继续跟你过。我告诉你，你照样过不下去的。所以女士，
要是这样的话，就离吧，就赶紧走，我支持您离。我知道你肯定有一些实话不能跟老婆说，因为你跟老婆说，可能老婆会急；你跟老婆说，可能老婆压力会更大，所以你都可怜到带着工友回家混饭吃了。你卡里零花100、200，在你老婆嘴里，你就是一大男子主义。有句话叫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。我要查你10年账，我就愣指着你鼻子说你外头有人，你外头就是有人，不需要任何证据。今儿来这儿就是办你的。所以兄弟，我觉得你真的好惨，要不让彼此都轻松点吧。是这样的，老师，虽然说他嘴上是这么说，但是我没事，我明白了，您不想离嘛，不用解释。有时候隐忍也是一种习惯，这种习惯只要形成，根本不用解释。夫妻双方一方以离婚为工具胁迫另一方的时候，我拒绝帮凶。就一句话，你的妻子已经做好了跟你离婚的准备，所以他提什么要求，你想继续过，能改的您就改，就在一起。如果他提的要求你达不到，那么未来这个日子还是过不下去。对，您自己考虑考虑，好不好？过不过，离不离婚那是您自己的权利。一个小建议，离婚也好，不离婚也好，您的生活状态都得调整。您需要换一副眼镜去看待这个生活。谢谢两位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我们请我们年轻的小朋友们。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，小荣22岁，来自黑龙江任市；小孙22岁，来自辽宁，独立摄影师。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什么？他女发小啊，你说我们两个谈个恋爱，他什么事都要跟那个女发小说，这种3人行的恋爱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只是没有恋爱经验，找到取取经而已。就算是好朋友也要注意分寸呢，更别说他和那个女发小还定了娃娃亲呢。他太小心眼了，我和女发小又有什么的话，早就在一起了。3人行的恋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女发小嘛，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交往有点过密了，就是他什么事儿都要跟人家说，就是他一直在掺和。那就是我一个从小玩到大一个女发小而已，我只是第一次谈恋爱嘛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问问他取取经嘛。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女发小存在的时候，本来一切都很美好。就是我们两个是2月份认识的，他跟我说他是第一次谈恋爱嘛。就是我之前在实习的时候，在公司，然后他加了我微信嘛，就是想追我。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心思谈恋爱，但是他每天给我买早餐，完了之后各种送花啊、送蛋糕。然后4月份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呢，也都挺好的。就是这个女发小，就是有一次我看她手机嘛，然后发现之前她怎么追我，都是这个女发小教的她。包括后面我们在一起了之后，一吵架他就去找那个女的，太过分了。我说你稍微注意点分寸，他也答应我了，然后面上答应我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啊。就后面又被我发现一次，有一次我去上班嘛，回来，但是他那天休息在家，然后我回家一打开家，就那个场景烟雾缭绕的，然后那个臭袜子还有那个衣服飞得到处都是。他躺在沙发上滋儿哇乱叫，跟人家女发小打游戏呢。我当时我火一下就上来了。那不也是只有那一天吗？我之前跟他打游戏，你打游戏了吗？你问问大家信吗？就那么一次打游戏，正好让我撞见了。这就是这么巧啊，就是这么巧让你发现了呀，就那一次。而且我跟你解释过很多遍了，你就是不信。你让我怎么信呢？我亲眼看见了呀，就这一件事吗？你俩不还是没完没了的吗？之前我们两个快要100天纪念日的时候，我以为他记得，因为有一天我看他在选礼物嘛，就看大半夜的看项链，我一问，然后结果人家就支支吾吾的，啥意思呀？那项链根本不是给我买的，那是给人家女发小挑的。为啥给女发小买项链啊？是因为那女发小正好要过生日嘛，生日礼物给她挑一个生日礼物。不用心呢，给人家大半夜的跟他找，然后背着我发现就找项链，然后我问他，他还支支吾吾的，这很明显就是心里有鬼。而且他因为这个女发小把我们的100天纪念日给忘了，就在你心里就他比我还重要。而且我觉得这关系根本就不是
对等的。确实，如果说对等的话，确实不对等。小片里不是说人家是有娃娃亲有亲约的，你确实不对等。那有娃娃亲跟我在一起干嘛？这事儿，对，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呢？还是我发现的呢？就什么情况？就是我挺想知道，就是他父母是怎么想的，就是包括其实我也跟我家里说，就是我们在谈恋爱怎么样，是我第一次就是跟家里说我处对象，我也觉得他应该说吧，就是半年时间，我觉得也挺稳定了，应该说，但我发现他根本没跟他家里说。然后他跟我解释是，他觉得半年太短了，而且我们俩太小了，没必要跟家里说。这本来就是太短了呀。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，就是因为那个娃娃亲呢。就是我有一个那个他和他爸的聊天记录，我想给大家看一下。儿子过年回家不？这个小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发小。和他，你俩好多年回家再商量吧，反正早晚的事儿。你俩都好了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从小到大的朋友而已啊。我和你妈都认准这个儿媳妇了，哎，挺好啊。我们好那么多年，也就是朋友关系这么多年。你爸爸不是这么定义的，你爸爸眼瞅着要跟人家正式结亲去了。没有，我爸爸不知道，我俩没有那层关系。你为什么不让你爸爸知道？对呀，对呀，这么多年你没让你爸爸知道，就是你让女朋友误会还行，你让亲爹闹这么大误会，你合适吗？确实有点不合适，确实让我爸误解了这个事。你那个发小他知道这个事儿吗？也知道是吧？知道。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你好，能听到吗？请问是小凡吗？我们这边是爱宝节目组的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想问一下，您和小荣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就是很熟的朋友，然后从小一起长到大的那种的。那您这边知道他有女朋友吗？我知道啊，他那个女朋友其实还算是我帮他追到的呢。是你主动要帮他的吗？就是他来主动问我呀，而且我也挺想知道他谈恋爱是什么样子的。那你觉得小荣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女朋友呢？我觉得，他人很好，而且特别的温柔、阳光。我们俩从小也特别的合拍。他那个女朋友，我不太了解，我觉得有点凶巴巴的，特别容易生气，好像。我们听说你还和小荣订了娃娃亲，对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我们从小就知道呀，他爸妈也特别喜欢我，但是这种事情的话，还是要看两边家庭的意思吧。那女发小都说了，人家那娃娃亲啊，主要看双方家庭的意思。但是他家里不是已经同意了吗？对呀，双方父母要同意的话，人家女发小是同意的。对呀，所以说他还是对你有意思，你俩就是不清不楚。那结婚不还是我们之间的事儿吗？我如果家庭同意的话，我不同意，那也不能我爸跟他结婚。那不是刚才你发小都说了要听双方家庭的意思吗？哎，我再问问啊，你哥们儿对你女朋友怎么样？就是女发小看来不太喜欢，哥们儿觉得你女朋友怎么样？也不怎么样，挺好啥呀？挺好，他要给你介绍对象了，挺好。没有，他怎么没有啊？那都有聊天记录的，怎么没有？来看记录啊！我看这都是语音。那个哥们儿，俩又吵架了。那呗，我俩2天一小吵，3天一大吵的，我快受够他了，再没有之前那么好看了。那换一个吧，正好头2天喝酒认识个女的，挺好看的。身材咋样啊？给我看看呗。身材老好了，而且你俩挺般配的，比你家那个强多了。你看看你那个样，你就发那个恶心的表情包，还说那些话，你这不就是顺着他的话茬有那个意思吗？你这个看的头尾都不看，你俩之前上面说啥，下面说啥你都不知道。上面说啥，下面说啥。那我结尾我都跟他说了。有白纸黑字写的，明明白白要给你介绍对象呢。还有聊天记录啊。那你自己不还问你？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就对我就想让咱俩好好在一起，你打听那女的干嘛呀？那我就是兄弟之间的场面话而已啊，就是唠唠嗑，随便聊聊，我也没真想要啊。那你不还能吐槽我说我就没原来好看，又怎么样？那我说的也是实话呀，我也没造假呀。哎呦，我本来不想说。这不是你追我的时候了。行吧，这个我觉得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。你谈了多久，就这破事儿全出来了？就是主要我俩矛盾就是那个女发小。你以前谈过恋爱吗，姑娘？我以前谈过。方便问为什么分开吗？比较小嘛，刚上大学大一，就是吵架什么就分了，就没有那么很认真什么。就是那段感情和你和他肯定是不一样。我觉得我相当认真对待他了，就我都把我俩事儿跟我家里说了，包括是我觉得我对他也非常好。
对，我还没说呢，他给那个女的花好几百块钱买那个项链，然后后期他过生日的时候，那个女的给他找了个红包，大家都知道红包最多200块钱，我一点开66，真吉利。反观我怎么对待他，就是我特别认真给他准备生日礼物，就提前订酒店，然后就是买那些布置，就是满地的气球，然后墙上也贴的都是，就是我全都是一个人我用嘴吹的，然后每一样生日礼物都是我自己手工做，蛋糕是我自己做的，然后包括我送他的鞋呀什么的都是手绘，我不说价钱，我讲的是一种心意。你为什么拿你自己和他的女发小去比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对他就已经非常好了。你已经掉坑里了。你不是正牌女友吗？但是我觉得他对那个女发小比对我更好，就是老是因为他忽略我。所以是个笨丫头嘛。你已经掉坑里了，你比得好自然，你把自己的一切跟女发小在对比，对比的特自然。所以今天来干嘛？就是我想，就是我倒没说一定要他俩断干净，因为毕竟父母关系都挺好的。哎呦天哪！就是你能保持距离，就是正常的社交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希望他能把我俩事儿跟家里说一下。哎呦，我刚才听的呀，我真听不下去了。很少在2个恋人之间，而且还算是热恋的恋人之间，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他的父亲跟他的对话，你就能看出来，他和那个朋友的关系何等之深。他跟自己的朋友的对话，你可以看出来，他和你的关系何等之浅。我如果是你的哥哥，是你的父亲，我为你脸红，我瞪着你就能走。咱们缺吗？咱们缺这么一个对你丝毫都不上心、一点也不爱你的人吗？这份关系压根儿就是如履薄冰啊！更何况边上还藏着一位，哎，不知道他抱着什么样的想法的，然后一直在窥探你们的，冷眼观察背后给你们使绊的那么一个女孩子。我真的压根儿我不知道你看上她什么了，真的是这么卑微，这是爱情吗？真不是，祈求来的，不是爱情。赶紧分开吧，啊！就这样。这位男生，你刚才和你朋友之间的就是聊天的截图，让我觉得你那些朋友很下作。为什么？你居然没有维护他的尊严，说自己女朋友没有以前漂亮了，然后你没有把她当做一个自己人，而且吧，我想跟你说哈，以我肉眼可见的，就是这个女生比你好看多了。而且呢，身材好的呢，你也可以量一下自己的身高，你也配不上。哎，这是我想说的啊。你知道他女发小喜欢他吗？我没有明确的证据，我就怀疑，因为我觉得你听完那段录音呢？那当然呢，我肯定的呀。所以你要干什么呀？他跟他的爸爸，自己的亲爹，都不解释。就是家里面说你们这么长时间订婚吧，好这么长时间了订婚吧。就是家长都不是傻子，你们好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订婚吧。这个“好”字代表着什么？是俩人是在处对象呢，还是关系好的意思？只能谈了恋爱以后才能订婚吧。所以他爸爸妈妈那儿就默认为他们2个人是一直在谈恋爱的。对于这件事情，他竟然不解释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很清楚摆在这儿，很明确的。第一，女发小喜欢他，你知道；第二，他对于女发小的喜欢视而不见，或者说全盘接受，只不过我不给你回应而已。那么对于爸妈那边的催促，他也不正面解释，一直在拖到说过年的时候我当面说。请问这事儿有什么需要当面说的？那种种迹象就说明一点，不尊重你。你看吧，继续留还是分手？他可能对他女发小并不那么满意。甚至对家里的安排也不是那么满意，你是他用来挣扎一下的道具。他为了跟你恋爱，他让女发小帮他出主意追你，那心胸宽大到，哼，你想玩，我支招帮你玩呗，你还能玩出我的五指山去？回答我们记者的话，我们都听家长的，家里怎么定我们就怎么办，家里怎么定的你只要认字。刚才你看得明白。他呢？你快帮我追这女孩，我用这女孩，我追她的过程，我气死你！气谁啊？气女发小。你想驯服我那么容易吗？你是道具。然后呢？现在2家人都知道2个人应该在一块儿，他也不明确，女发小那胜券在握。你去想，你想最后跟
这个男孩结婚，你得经历何种的9981难，你得忍多少，装多少，承受多少。当然了，最后你忍了那么多，装了那么多，终于有一天，你成功嫁给了心目当中那个人，可能那对你来说就是胜利，就是幸福。我是他亲口封的正牌女友，我为什么要走？你为什么要走？给别人添乱，人家两家子说挺好的，你去掺和就是给人两家子添乱，给自己添堵，给别人添乱，给自己添堵，给爹妈添痛心，一定要坚定的爱下去。你看，我建议你女朋友一定要坚定的爱下去，要爱下去。我还是能听出来这个是讽刺的，老师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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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姑娘真可爱。你们这么年轻，为什么不找一个干净的底色去恋爱呢？就我觉得特别奇怪，就男生我也很奇怪。女发小说，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由2个家庭来决定，那你不气愤吗？我要给关系做界定，就是发小不就是好朋友吗？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吗？一直帮我的好朋友吗？一切为我好的好朋友吗？这叫发小吗？因为我们一起长大。他说这样的话，我一定是愤怒的。反正在我生气就是在我哪个年龄，我都会愤怒。这件事不得了，相当于另外一个女士向我暗示了，示好了。我女朋友在我面前，我赶紧要自怜。哎，不是啊，我真跟她没关系啊，胡说八道。没有，你都没有，你非常平静。希望你们把你们的关系变得简单一点。所以你们愿意在一起，你们在一起。我们只是表达了一个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，就是从生活来说，越简单的东西越好。拍肖像是不是一样的？光影越简单，越透，出来的片子越好。不追求那种复杂的东西，好吧？行了，你们琢磨琢磨吧。谢谢你们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对60多岁的再婚夫妻，他们作何决定？请开门。没有吗？来，出来了，哎，吓死我了！这应该出来。那个怎么着，搬下楼来吗？我听老师的，真的不容易，我们俩走到一起，所以我听老师的。克服。克服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老夫妻的浪漫时刻。祝你们幸福，祝你们幸福！谢谢谢谢，常来天津玩啊！你带他回家来玩好吗？谢谢两位，阿姨，祝你们幸福！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下面这个是最拿不稳的，表面上看是一个完全的大男人，或者叫大男子主义，实际看整个这个家庭的命运和操控是在这个女主人的手里。你怎么看？他们会出来吗？我觉得不会。回去的那个姿势啊，那女的很决绝的自己往前走，老公很颓废的在后面跟着。我觉得他这个怨气已经熬的就淹得太深了，在他身上，我觉得有可能不会。就算出来也不看好他们，就还是过不下去。不是婚姻不幸福不代表一定不能延续，还是会出来的。因为那个刚才那位妻子那个状态，就是我吃定你了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看好这对结婚了20多年的夫妻吗？登录抖音，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。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，让我们打开门看一看这对结婚了20多年的夫妻，今天在这个现场到底会作何选择？请开门。
不在。不在。下面这个就有意思了，这对年轻的小朋友恋爱不久，但是好像女生对这个小男孩又特别的痴迷。我不知道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一对的未来走向的啊？我们的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你预测不出来？不出来。不出来，不出来，不出来，很有可能结果打脸啊！请开门。哎，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结果，就是不出来是对的。人家两家相处甚欢，他跟自己的女发小能玩到一块儿去。掺和这乱干嘛？所以还是那句话嘛，就是很多朋友说你们是爱情保卫战啊，怎么来这儿就这么拆嘛？我们就想说那一句话嘛，192就要爱嘛。我们保卫的是有爱的那一部分嘛。对，就是当你有爱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愿意去为他做守护。没错。而没有的时候，那就算了。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就是让爱变得纯粹嘛，对吧？192就要爱。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广电5G 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